其实吧，这种级别的盛典，咱们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少。明星走红毯、摆 pose、接受采访，流程基本上都像是设定好的程序。精致是精致，真的挑不出毛病，但有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人味儿。就像是在看一场精心排练过的话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个光斑里，该在什么时候微笑，该把脸侧向哪个角度才能让镜头捕捉到最完美的下颌线。看多了，难免会觉得有点乏。可就在这一片精心雕琢的星光里，出了个意外。王嘉尔的一个下意识举动，反倒成了当晚最出圈的亮点。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值得咱们好好聊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那个视频，流传的挺广。王嘉尔刚从豪车上下来，脚刚沾地，眼神里带着那么一丝丝不确定，转头就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是红毯吗？”就这一句话，真的，就这一句话，瞬间把现场那种紧绷的、高高在上的氛围给打破了。讲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觉得他不专业，反而是心头一软。你想想，咱们普通人去个不熟悉的场合，还得导航一下呢，更何况是在那种灯光复杂、人声鼎沸的大场面。这一问，问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说实话，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见惯了明星们滴水不漏的官方辞令，这种带着点蒙圈属性的真实反应，简直就像是在一杯全糖的奶茶里突然加了一颗柠檬，酸涩中带点清新，让人一下子就觉得，哦，原来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会迷路，也会不确定。这种瞬间比任何精修图都来得有温度。你想想看，平时咱们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完美无缺的皮肤，都是经过无数次练习的眼神管理。突然来这么一下，反而让人觉得亲切。咱们再仔细回味一下当时的画面。从现场流出的视频来看，王嘉尔那天的造型绝对是下了功夫的。礼服剪裁得体，发型一丝不苟，整个人散发着那种国际范儿的气场。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生人勿近的酷盖，在下车的那一刹那，脚步居然迟疑了。那种迟疑不是怯场，而是一种对环境的本能审视。他转头询问工作人员的时候，脸上的表情特别真实，没有那种瞬间切换好的职业假笑，就是纯粹的困惑。这种反差真的太有意思了，我特别留意了他那个眼神，不是那种惊慌失措，更像是一个小朋友进了迷宫，找不到北了。这种奶猛的状态和他平时舞台上那种炸裂的表现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觉得这正是王嘉尔最迷人的地方，他不需要时刻端着，这种不经意流露出的脆弱感，反而让他的人格魅力更加立体。你说是不是？有时候太完美了，反而让人觉得有距离感，稍微露点小怯，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这一问不要紧，直接就把社交媒体给点燃了。你看现在的网友，那解读能力简直是一流的。有人调侃说，红毯，我就这么没有排面，居然还要问。还有人笑称，确认过眼神，是没睡醒的嘎嘎。更有意思的是，粉丝们反应最快，立马翻出了他以前各种迷糊时刻的合集。什么走路撞门框啊，采访听错问题啊，拼成了一个王嘉尔迷糊大赏。这哪里是在黑他啊，这分明是满满的爱意。看着满屏的哈哈哈，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健康的粉丝文化。以前的偶像要是出这种状况，可能粉丝得忙着控评、洗地，生怕影响形象。但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愿意接纳偶像的不完美，甚至觉得这种小失误是可爱的反差萌。这说明咱们的观众审美在进步，不再盲目崇拜完美神像，而是更愿意亲近有血有肉的个体。这其实是好事，真的是好事。当然，咱们也不能光看热闹，得琢磨琢磨背后的原因。为什么连王嘉尔这样经常出入各种大场面的艺人都会有此疑问？其实，这次微博之夜的舞美设计确实有点激进。听现场的朋友说，今年的红毯区域没有沿用往年那种金碧辉煌、亮如白昼的传统风格，而是搞了什么暗调光影、抽象结构。听着挺高大上，但实操起来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视觉误差。说到这儿，我得替设计师说句话，创新是好事，但有时候创新得兼顾用户体验啊。红毯不仅仅是给明星走的，更是给镜头和观众看的。如果连主角都分不清哪是路，那这设计的实用性是不是得打个问号？王嘉尔这一问，其实是替所有到场嘉宾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这种视觉上的突变，确实需要适应时间。哪怕是见惯了大世面的明星，大脑也需要几秒钟来重新校准环境信息。毕竟，人的眼睛是需要适应光的。突然从车里那种相对封闭的光线出来，面对一片暗调的抽象结构，猛一下也正常不过。咱们得公平地说，虽然开头有了这么个小插曲，但王嘉尔后面的表现，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
在得到工作人员肯定的答复后，他几乎没有任何停顿，立马调整了步伐。那个眼神里的迷茫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注和自信。接下来的红毯行走、签名、合影，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到了那场表演环节，那舞台效果更是炸裂，唱跳实力在线，完全看不出刚才那个迷路的人是他，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素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出丑了是不是就完了？其实不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犯错，而在于你如何补救。王嘉尔这种秒切换的状态，恰恰证明了他的心理素质有多强。他允许自己有瞬间的失神，但绝不允许自己影响工作的质量。这种收放自如的控制力，才是他能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根本。你看那些真正的大牌，谁没个意外时刻？重要的是怎么把意外变成插曲，而不是事故再往深了想。这个瞬间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共鸣，其实折射出的是大众对娱乐圈过度包装的一种疲惫。在这个行业里，明星们被要求必须是完美的，皮肤不能有瑕疵，说话不能有语病，表情不能管理失控。他们像是被精心雕刻的瓷娃娃，美则美矣，却容易碎，也缺乏温度。我们看多了那种经过无数次排练的微笑，看多了那些背得滚瓜烂熟的获奖感言，突然看到有人没按剧本走，那种新鲜感和真实感是难以替代的。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追星到底在追什么？是追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机器人吗？显然不是。我们追的是一种情感投射，是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理想中的自己，或者是看到人性中闪光的部分。王嘉尔这一句这是红毯吗？无意中撕开了那层光鲜亮丽的包装纸，让我们看到了包装纸下面那个也会困惑，也会需要确认的普通人。这种人间真实，比任何完美人设都更能打动人心。就像有位网友说的那样，看多了滴水不漏的偶像，偶尔见到他们认不出红毯的样子，才觉得星光之下仍是活生生的人。这句话真的说到心坎里去了。在这个滤镜横行的时代，真实成了一种稀缺资源。王嘉尔的这个小迷糊，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让他更加贴近了普通观众的心。大家会觉得，原来他也和我们一样，面对陌生的环境会忐忑，会寻求确认。这种心理上的拉近，是任何公关团队都策划不出来的。这让我联想到现在的综艺和采访，太多剧本痕迹了，观众早就免疫了。反而是这种直播、红毯这种不可控的环节，偶尔蹦出来的真实反应，成了最宝贵的素材。王嘉尔的这个瞬间可能会被记很久，不是因为他的造型有多美，也不是因为他的表演有多嗨，而是因为那一刻的真。这种真是装不出来的，也是演不出来的。你演的再像，眼神里的下意识反应是骗不了人的。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王嘉尔在团队和工作人员面前的松弛感。你想想，如果是一个等级森严、压力巨大的团队，艺人下车前肯定已经被叮嘱了无数遍，出门左转就是红毯，他根本不敢问，或者问了也不敢让麦克风收进去。但他问了，而且被录下来了，说明他身边的工作环境是相对包容的。他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去维持一个全知全能的形象，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艺人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的氛围。如果一个团队允许艺人展现真实的一面，允许适度的犯错，那艺人呈现出来的状态往往会更自然、更灵动。王嘉尔这种松弛感不是演出来的，是长期在一种相对健康的工作环境中滋养出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舞台总是那么有感染力，因为他是放松的，是享受的，而不是在完成任务。你看那些紧绷着的艺人，跳舞都像是在完成 KPI， 没意思。回过头来再看这次微博之夜，虽然星光璀璨，但多年以后，大家可能记不住谁穿了什么牌子的礼服，记不住谁拿了什么奖，但大概率会记得王嘉尔下车时的那句迷茫的提问。这就像电影里的经典镜头一样，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记忆点。它提醒着我们，在追求极致完美的路上，偶尔的停顿和困惑，也是风景的一部分。写到这里，我挺感慨的。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完美，要无懈可击，但生活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王嘉尔用这几秒钟的猛，给所有正在努力维持完美形象的人提了个醒，不用那么累，偶尔迷糊一下，天塌不下来。甚至，这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可爱，更受欢迎。总的来说，王嘉尔在这次微博之夜的表现，可以用瑕不掩瑜、真中见情来形容。那个小插曲，非但不是污点，反而是他个人魅力的一次集中爆发。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王嘉尔，舞台上是王者，台下是个偶尔会迷路的大男孩。这种多面性，才是他作为艺人的生命力的源泉。
最后我想说，作为观众，我们其实挺幸运的，能在这个充满剧本和套路的世界里，捕捉到这样一份未经修饰的真实。希望未来的娱乐圈能有更多这样的时刻，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毕竟，再华丽的红毯，也只是铺在地上的布，而人与人之间那份真实的连接，才是铺在心里的路。王嘉尔的这一问，问的是红毯，答的却是人心。这或许才是这个夜晚最珍贵的意义所在。王嘉尔的路人缘估计又要涨一波。毕竟，谁不喜欢一个长得帅、业务能力强，偶尔还会犯点小迷糊的真实偶像呢？这年头，真实就是最大的必杀技。